我们来看这张，这一张的话呢，不用画它的阴影啊，这个主要是画它的找它的角度，基本的一个动态特征就可以了。你这个要是画起来的话，难度比较高。这边有光源，这边有光源，下边也有反光，然后很大的面积又在暗部里边，它这里边的层次变化很丰富。如果说要是去画它的阴影啊、调子啊，这个难度非常大。这个主要是为了画它的抓它的一个形态、一个基础造型和一个形态特征。我们在抓它形的时候呢，眼睛看这里，然后眼睛看这里，眼睛再看这里，眼睛再看这里，让这几个最明确的拐点构成了一个基础的形状。你看你这个形状呢就不太符合这个特征，就是看的还是比较局部，拼凑起来它形就不准。下巴的位置的话高了，整个脸的这个倾斜趋势没有出来。从额头这里看着还好，没什么太明显的问题，但是再往下一点点去接的时候，问题就逐渐的显现出来了。鼻子这块的形就不够准确了，嘴的位置就也不准了，跟着所有的其他结构就都错了，位置都错了。然后它大致的一个侧面顶面和侧面的一个分界，用比较偏速写的形式抓准它的动态。它脖子画短了，它这个肩头应该再往后一些。由于它这个低头，所以呢颈部的前面产生一些褶皱。能画到这一步就 OK 了。这个主要是做这方面的训练。下面这张图也是，两个眼睛之间的距离没有这么大，因为这个头已经侧过去了。这边眼睛应该再往这边来一些，眼裂的趋势应该再立一点。而且这个呢，也不用去做骨骼和解剖的分析。就目前来讲，这个也是那个必要性不大的。最主要的是能够抓准它整个一个造型特征，一个动态特征。它的下巴应该再往出来一点，然后这个嘴唇这一段、这一段、这一段分别是不同的空间朝向。你这个呢，画成一个这个耐克的勾了，是不是？包括这个牙齿也是符合这个嘴唇的空间特征的。让它这个颧骨在这个位置，然后脸部侧面和正面的分界，大概企业我们可以确定在这儿。只要它这个有这个体积，基本体积的意识就可以了。耳朵的位置应该再往上，然后是发际线。画之前一定要搞清楚我们每一个作业的布置啊，它的难点、它的任务点在哪里啊？如果说刚开始学这套课程的内容，那这个造型能力、造型意识还不是特别强的时候，如果直接让你去画它的这种光影啊，画它的这种结构啊、深入的透视啊，这是非常非常困难的。用偏速写的形式去找它一个基本的造型、体积、朝向，还有它的一个动态的特征。然后看一下这一张。效果还好，但是呢，这个形不够准确，这边头发大了，然后下巴这个部分呢画小了，鼻子应该再翘一点。它这个下巴呢还是比较翘的，而且呢也比较长，然后前面这个头发呢是比较少的，在形上面就再多观察。就把这个形画的准确些。然后骨头这个头骨画的还不错，造型画的还挺好，但是呢，这个部分呢就离后面这个外轮廓有点太远了。我们看到照片，它这个头骨呢在里边大概是这样，这里是乳突，这是下颌，这个是梨状孔鼻骨，它这个头骨大概是这个样子。解剖结构倒没有什么问题，主要就是把这个形画准确一些，然后头骨和人体的外部造型之间的关系再找准。为什么这个乳突会在这里呢？因为
耳朵和外轮廓之间距离太远了。你看这个模特，在模特当中，耳朵和外轮廓之间就这么短的一段距离，就还是说在了形上面。好了，看这张，第一张图呢，比较明显的问题就是眼睛的位置画高了，下面这段画长了。实际上呢，眼睛应该在头部长度的1/2处，这一段和这一段呢是一样长的，这是一点。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眼睛看起来比较奇怪，眼白画太多了。看一下这个虹膜和瞳孔离下眼睑有没有那么远？没有那么远的，那个空白之间的空白没有那么大，所以说这个眼睛呢就看着比较奇怪。然后呢，还有就是它这个鼻头呢是比较翘一点的，在这些形方面还需要再多观察。然后它的下颌角呢也没有这么方，后脑勺这边缺了一块，这些形要注意。第二个形还好，但是胸锁乳突肌这一条为什么画这么强？这两条轮廓为什么强调出来了？并不是把它画成解剖人，那么呢这一块呢就不应该这样去表现。你像这一条就这样的手法去表现，其他呢又是在画它外部的造型，它就有点不搭。注意手法，表现手法要统一。而且呢，胸锁乳突肌它还有一处，像眼窝这个位置往里面走，这个是正面和半侧面之间的分界。下巴的厚度，这里还有一个咬肌的厚度。那这样画下的话，这个面部的体积感它就会更强。然后来看这个，这个已经好了很多了，这个基本形状还是比较准确的，但是呢，可以再深入一些。你看上面这个，它眼睛的这个部分，这里它是眼球，那么是不是可以来一点这个方向的线呢？把这个眼球的感觉塑造一下。你看这样一画，这个几笔，这个眼球的感觉就起来了。然后像鼻子的侧面，你在转折的这个地方去画一下，然后在面部衔接的地方再去交代一下，要去找形的边缘。比如说这是一个面，找这边和这边，不是去画它的中间。下面的这条边是对的，但是呢有一点简单了。你看它眼角这里嵌进去的，这个是眼眶外边缘和眼球之间嵌进去的。然后在颧骨这个地方，它有一些变化，这里是比较厚、比较宽这个面。宽的面呢可以用多一点的线，窄的面呢可以用少一点的线。这个还是要多去观察这个真人，观察这个造型上面的一些特征、一些变化。这样的话，造型才能够更深入、更丰富。